圣经中有一个耐人寻味的交换的故事，就是雅各用红豆汤换以扫的长子身份。这个故事呢，带给人这样一个感觉，就是上帝呢，通过人的不公平的交换，甚至透过人的欺骗来祝福雅各。今天呢，我们将透过时间这样的概念来寻找答案。现今时代呢，有父亲为儿子的祷告祝福，这些做法呢，可以追溯到那些古老的传统，比如圣经中的雅各的故事。在雅各的故事中，我们看到那个时候的人特别重视父亲的祝福，而通常长子的福气是绝对性的。雅各是被上帝拣选的，但他却不自信，所以他要寻求长子的名分。通常人在身体软弱的情况下，一时的判断力也会偏差。雅各当时本来在那里熬汤，我们不知道雅各是如何想到这一方式的，就是趁着打猎回来的以扫精疲力尽、极度渴望食物的时候，突然提出要用他的长子名分作为交换条件。此时的以扫呢，是因为极度饥饿，所以这种交换是在一个不公平的条件下进行的。人世间不公平的交换，要不是因为被迫，要不是因为被骗。所以雅各再次骗得以撒的祝福之后，以扫说他骗了我2次。一些圣经学者呢，认为以扫呢接受了雅各的提议，就如同今天的人在合同上签字就会生效。我不太同意这样的说法。我在这里呢，也不是为了以扫打抱不平，只是认为那2个孩子的前景上帝早就看到了，所以雅各所做的对上帝的计划没有帮助。我们可以注意到圣经中有好几处的内容都是好像让人感觉困惑。雅各骗长子名分是一个，就是让人觉得上帝的祝福是通过这种不公平的交换甚至欺骗而运作的。另一处呢，是大卫与有妇之妇的别是巴发生了奸情，而之后呢，上帝却选择别是巴所生的所罗门建造圣殿。这些圣经谜团呢，是可以透过时间这个概念得到解读的。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当时的以撒在给长子的祝福是出于上帝的话，上帝肯定知道以撒所按手的是谁，即使以撒自己并不知道。创世纪的25章讲述以扫和雅各呢，还在母亲的腹中的时候，上帝就已经看到他们的未来了。所以雅各的冒充对上帝的计划是没有帮助的。如今呢，回头看，上帝为雅各所预备的祝福，是当时雅各以及以扫都无法想象的。这就好像耶稣所讲的天国，是当时罗马人不能想象的。所以耶稣回答比拉多的时候这样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同样，上帝对雅各的祝福也完全不属于当时的那个世界，并不威胁到以扫的利益。那么以扫所重视的就是人手中的牛羊仆人，而上帝为雅各所预备的祝福呢，实际上是以扫不关心的。表面上看，他抢在以扫之前得到了祝福，占了便宜，但那不是属于他的时间，他因此付出了代价。耶稣讲过一个浪子的比喻，那个小儿子呢，不愿意等到父亲过世再去拿财产，他要得太急了。同样的呢，因为时间不对，他失去了他所得到的。在大卫的故事中，既然上帝之前就预备了建造圣殿的所罗门，那么他的母亲八十八也在预定之中。那么大卫所犯的错误呢，就是走在时间的前面。另一个例子是，上帝要先知撒母耳高了扫罗，之后呢，又要高了大卫，也并非是要大卫与扫罗竞争那个王位。在上帝眼中，这2个王所统治的是被时间区分开的，原本他们不是竞争的关系，更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上帝为他们制定了时间的疆界。或许上帝呢早就预备了大卫，但他仍然要给扫罗一个机会，
他可以在上帝面前为自己赢得那个王位的年日，但因为他的犯罪呢，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从上帝的角度呢，那个决定是立刻的，就是从那一天，上帝的灵就离开了扫罗。经文是这样说：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的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给比你更好的人。扫罗的日子呢，就如同人步入老年，从此走向衰败。上帝的决定呢，对扫罗来说如同路口的停牌。这位扫罗呢，不愿意遵守法规停下来，自然就要出交通事故。通常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都有一种求生的欲望，我们称之为本能。然而一个人靠着上帝的旨意成为王，却不愿意靠着上帝的旨意让出这个王位，挣扎着要捍卫那个王位，那就是罪。所以呢，如果大卫利用当时的机会杀了扫罗，那就如同雅各抢了那个长子的祝福。即使他有权这么做，结局也不会改变，但带给人的信息就不太一样。在雅各的故事中，好像上帝对雅各的祝福是通过欺骗实现。同样，如果大卫杀了扫罗，我们将看到上帝的祝福是通过大卫的杀戮实现的。人的自由意志决定了上帝的形象。